我們今天要去奮起湖。昨天呢，睡前許先生突然跟我說，他很想吃奮起湖的便當，所以我們今天就開了2個半小時，從高雄要到奮起湖。我們今天順便看一下奮起湖除了便當之外呢，還有什麼好吃的可以一起介紹給大家。那我們就話不多說，直接 go。不好意思，我跟大家說一下哈，如果要來奮起湖啊，會暈車的朋友，請記得吃暈車藥。我剛剛已經在後座這樣被甩啊甩啊甩啊，已經現在有點要進入陣亡的期間了。你們看那個路，有沒有看到？等一下又開始轉了，又要開始轉了。哦，我要昏倒了，天哪！發瘋。我們終於到奮起湖了，但一到達雪上加霜了啦！而且來奮起湖啊，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因為這邊的停車位我覺得沒有到非常的多。它的停車位呢，基本上就是旁邊路邊的那個停車格。如果你們是假日來啊，因為我跟許先生今天是選擇平日來，已經都滿的了。如果你們假日來啊，一位難求，很難找到停車位。如果大家要來奮起湖，尤其是假日的話，你就早一點來，大概9點10點就要差不多到了。好哦，經過一番苦戰，停車苦戰之後，我們終於抵達了奮起湖的入口。我們第一站要先去吃便當，因為開2個半小時，我實在是有點餓。我真的不得不說一下，我覺得奮起湖啊，它給我的氛圍就是有點像九份。我們之前去九份的時候也是一樣，找不到停車位，所以3過9份而不入。根本就沒有停車位，我沒有辦法想象這個假日有多誇張。之前呢，我跟許先生來奮起湖啊，是吃這一間奮起湖大飯店，對不對？因為它的便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那種鐵路便當，不過它的便當價格也是裡面最高的。我記得那時候的雙主餐好像現在要賣200塊，我什麼時候吃得起200塊的便當啊？我們今天呢就不吃這一間了，因為我之前吃過了，我要帶大家去吃一間好像是很多人說他來奮起湖一定會吃的便當，就是這一間懷舊便當。他們呢，除了便當好吃之外，它裡面的內用空間聽說非常的復古。但是呢，我現在已經看到人排到外面來了，好可怕哦！我們的便當上桌了。這一間懷舊便當啊，它的主打特色呢，除了便當之外，就是它的內用餐環境。它內用餐環境啊，很像來了阿嬤家那種三合院的感覺。裡面有超多復古的那種以前版的桌子，還有那種大童娃娃，你知道嗎？在很舊的老屋裡面，你才會看到一些擺設，在他們後面用餐區都看得到。我覺得相對是蠻有特色的。用餐區呢，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但是如果假日呢，一定擠不進去，我要先保證。不過呢，他們的便當特色就是你也可以带去旁邊吃啊，路邊通通都可以吃，也沒有問题。趁現在下雨哦。對，我們一來奮起湖就漏大齁了。而且他們家的便當啊，剛剛姐姐說他们好像東坡肉跟豬腳都是假日才有的，所以我們今天平日来啊，就只有2種口味便当可以選，一个呢是雞腿，一個是排骨，都是他們最招牌的啊。基本上你平日來呢，這2個口味都吃得到。但是很多人說，你如果太晚來，也有可能排骨或雞腿是賣光的。到底奮起湖為什麼平日這麼多人啊？除了便當之外啊，我們還點了一個冷泉豆腐跟竹筍湯。基本上呢，就是把它的全餐可以點的都點起來了。剛剛冷泉豆腐許先生說很好吃那是美乃滋嗎？好像是，感覺是他們的特殊醬，然後有那個蒜蓉醬油的感覺，上面還撒上了柴魚片跟一點點的那個蔥末。先來吃個豆腐壓壓驚，真的是太下課。停車要等，點便當要等，還遇到下大雨，我們的奮起湖真的很坎坷好吃好吃啊，好吃為什麼有點芥末感呢？吃起來就有芥末的味道但是不嗆，就是那個芥末的香氣，好有趣哦，跟我一般吃的蒜蓉醬油又不太一樣，因為那個芥末，所以變得很特殊。我覺得這個可以點這個搭的便當一起吃很對味 delicious。只是它的冷泉豆腐不冷，不是冰的，不知道為什麼。再喝個竹筍湯，它的竹筍湯啊，竹筍給的蠻多這樣30塊其實很划算，很大一碗，裡面的竹筍滿滿的。竹筍好喝，很脆，它
它裡面的竹筍非常有厚度，而且咬起來很清脆。再加上湯呢，湯也是那種感覺很像我媽用雞湯下去烘的那種味道，喜歡。再來就是重點的便當，他們家的便當呢，一個是120，对不对？Yep。其實以奮起湖這邊的便當物價，我覺得它不算貴，它真的是算相對比較平價的。裡面呢的配菜有高麗菜，還有整顆的滷蛋、豆乾、香腸、蝦卷，跟我最喜歡的這個豆棗。我小時候超愛吃這個豆棗的。到底誰會喜歡吃豆棗？我超愛。上面呢還有酸菜跟柴魚酥，反正這個柴魚酥呢就是配着飯吃，超好吃的。先來幫你吃一下排骨。它的排骨呢，相對是薄一點的，它不是炸的，我感覺它的排骨好像是现卤的、啊，现卤的、哦。它刚旁邊就一鍋還在滾嘞。對，它關鍵一鍋還在滾。其他家的啊，有一些這邊奮起湖的便當啊，它的排骨是炸的。如果你們想要吃滷的，你可以來他們家，他们家是滷的。它的排骨好嫩哦。虽然說排骨本身是比較薄一點的，不過就是因為這樣，它是沒有裹粉，薄度就會比較薄一點，咬下去好嫩。它的排骨一點都不柴，非常入味，非常嫩，配上來高麗菜也很清脆。這個便當很好吃，很有水準哎。那間很推薦，我蠻喜歡的。來吃雞腿，他們家的雞腿呢是這種小隻的棒棒腿。我自己真的這次來是很想要吃它的東坡肉。就吃不到，好可惜。雞腿也是很入味，可是相較起來，我覺得雞腿稍微柴了一點。以好吃度的話，我更喜歡排骨我覺得排骨更好吃，更有代表性。如果只能買一個便當的話，我會大力推薦排骨，買排骨，排骨超級好吃。他們家的配菜我都蠻喜歡的，乾乾淨淨，大力推薦。吃完便當，我們要來逛老街了。這個老街啊，它其實賣的東西，我覺得跟一般的老街蠻類似的。你看蝦餅啊，跟什麼小米麻薯啊，這邊通通都買得到。今天的天氣就是時不時的在下雨，好險我們吃完便當的時候已經沒有在下了。回家來嘍，在這裡拍照好漂亮哦！你看後面就是一片的山景。大家如果穿越這個平交道啊，自己要小心看一下左右。雖然說呢，都會有那個鳴笛警示啊，但是大家還是要注意一點。帶大家來車庫裡面逛一逛。雖然說它的大小呢，沒有我們之前去彰化那一個那麼大，它大概就是一個展示空間啦。一樣是有賣雙麒麟的山葵，我真的走到這邊發現這裡的特色產品應該是山葵。剛剛路邊小攤販很多都在賣現磨的山葵，還有蜜香紅茶雙麒麟。這裡跟彰化的善行車庫很不一樣的地方啊，是這邊是森林鐵道，所以它這邊是林鐵的車庫系統介紹。看阿里山的林業啊，因為以前的火車其實是來搬運一些木頭的。如果是火車迷來這邊，應該會蠻開心的。啊，有一個人，你在吃什麼？是剛剛那個山葵冰淇淋嗎？真的有 wasabi 的味道嗎？是。你怎麼到每個車站都要吃啊？大家如果有來這個車站啊，不要只吃便當就走了，你們可以進來逛一逛。它這裡面呢也有咖啡，賣咖啡的地方，然後跟賣雙麒麟的地方。跟剛剛那個文物展示的地方，還可以跟火車頭拍一個照片，我覺得很棒。奶香味，但是入口之後又變了瓦薩比的嗆味。你雖然覺得很奇怪，可是又會一口接一口的吃，它就是甜味跟瓦薩比的衝勁辣味，整個超級互補可以吃吃看，可以吃吃看，我覺得蠻特別的，意外很和諧。我要去吃銅鑼燒，這裡有一間叫做月台那間茶香銅鑼燒，它就在月台的正旁邊。還有瓦薩比銅鑼燒怎麼辦？因為瓦薩比銅鑼燒好像聽說是他們招牌，怎麼辦？我又要吃瓦薩比了。月台那間好可愛哦，我來看一下它今天有什麼口味。好，它真的招牌是這個對啊，瓦薩比的。月台那間，這間呢，它其實是專賣銅鑼燒的店，它的口味啊非常的在地，它的口味竟然有瓦薩比的，但是我們剛剛已經吃了瓦薩比雙麒麟了，所以我們就沒有再點瓦薩比。我已經受夠瓦薩比了。受夠瓦薩比了。
所以我就點了他們家的招牌，首推就是這個阿里山茶燒。它的內餡呢，好像聽說就是用阿里山茶做成的內餡。旁邊呢，這個期間限定是鍋煮奶茶，我看到也是想說，感覺很好吃哎。而且我本人是芝麻控，所以我又點了一個濃芝麻茶燒。哇，一天要吃3個銅鑼燒，你是小叮當是不是？其實他們家的銅鑼燒，我覺得大小算大，可是呢，我剛剛看圖的時候，我覺得內餡應該比我想象的對照圖來，這樣。而且它這個一個銅鑼燒呢是50塊吧，我記得不管什麼口味都是50塊一個，以價位來說不算特別便宜，可是，在觀光地區我覺得還行啊，還行。他們家的銅鑼燒很軟哎，就對。先有一口。謝謝。我想要拍你吃銅鑼燒的特寫。不用，謝謝。我之前吃一般的銅鑼燒啊，你都會覺得越吃越甜，內餡就會頂不穩那一種。但它的很輕柔哎，因為是茶的口味，我覺得甜度大概壓在2分左右。那麼甜度基本上都是那個皮，內餡反而一點都不甜，皮吃起來有點像是蜂蜜蛋糕。對，它反而皮吃起來給我的感覺很像不甜的蜂蜜蛋糕，整體吃起来的甜度真的加上皮之後啊，大概在2-3分甜左右而已。而且它內餡呢，因為給的沒有很厚，所以呢你不會覺得特別搶戲，你反而吃到的都還是那個皮的嚼勁，像蜂蜜蛋糕的那個。所以不用宅配回去，对不对？我覺得在現場吃可以，但是要宅配回去，我好像會想一下，好像沒那個必要。我會想一下。那你試試看鍋煮奶茶。好，有比較甜吧？有，味道濃郁蠻多的。我知道為什麼了，因為我剛剛吃這個阿里山茶，它是一股很清香的味道，你會感覺它的內餡就是點綴一下。剛剛這個鍋煮奶茶甜度就有直線的上升哦，它大概在5分甜左右，奶香味也蠻濃郁的。他們家的銅鑼燒我知道為什麼會很紅了，因為茶的口味非常在地。銅鑼燒呢吃起來也不乾柴，是比較有 Q 度的那種銅鑼燒。以市面上的銅鑼燒的甜度來比啊，它算是減低蠻多了。我覺得如果你有來奮起湖是可以試試看的，蠻有特色。推薦哪一個？我要吃第3個才知道。第3個我買的是濃芝麻燒。剛剛老闆娘有說這個濃芝麻燒啊，它是味道最重的，所以你們要留在最後再吃。你吃完之後就會搶前面的那個茶的味道了。很重，它是芝麻泥，它不像前面比較偏奶油的感覺，但是它這個啊，很像把芝麻泥直接裹在裡面，所以你吃起來會略乾一點點。剛剛許先生問我說3個口味我會選哪一個，我會選鍋煮奶茶，它甜度大概是我這種螞蟻會覺得很舒服的甜度。那如果你是平常是喝無糖茶的話，你就選阿里山茶，芝麻是最甜，而且是比較乾的，你們自己選哦。我覺得來這邊可以試試看啊，蠻有特色的。沒開嗎？明天他假日才有開，是不是？今天因為他載他奶奶出去看醫生哦，所以他明天才會開。對，好，謝謝。我本來是要來吃這個茶輪餅的，沒開。你看，他也有三葵，我就是也想要來吃吃看他們的這個茶的，有點像是車輪餅。等一下嘞，這個吸管先吸，湯匙附在裡面，稍等再挖。你先拿出来，冰上愛玉地上吃了。这里是要先吸，是的，然後吸管先吸，然後再慢慢吃裡面的愛玉。是的，把它沉下去一點點，然後你就可以用湯匙挖冰沙，挖着愛玉。用湯匙挖愛玉才叫做真的吃愛玉。老闆娘，我真的覺得你們要出一個那個教科書。字幕君，對，字幕君已亡。這一杯多少錢啊？這邊70塊大杯的。70塊。對，我們是大杯的。哦，因為我們選的是大杯的，它大杯的量大概就是這樣子。其實很大杯，而且它的料很多。很多。網友說啊，來這間呢就是要吃料，因為他們料是給到滿滿的。而且我們點的是2號，2號呢就是愛玉加3粉圓，這個就是綜合2號。你們如果喜歡料多了，你就直接點，跟我們一樣這樣照着點就好了。我再念一次那個口訣。好，你再念。大家來這邊如果要喝這杯的話，記得跟我一起念哦。2號綜合愛玉，大杯半糖，多冰不封，百香果，美味しい。最後加美味しい，老闆娘才會知道你是懂的人，好不好 ？OK。老闆娘剛剛有說啊，如果你最後加的是
百香果，它就是偏甜，不是酸的。那如果你喜歡酸的，你就加檸檬。如果你百香果跟檸檬都不喜歡，你就用他們家的黑糖沙冰沙就好了。你就不要加，你就加黑糖冰沙就可以了。喝法呢，先喝下面一口，再把上面的冰唰混着喝，這是他們家最經典的喝法。而且老闆娘他們很熱情，所以你來啊，如果不知道怎麼點，問老闆娘，她會跟你解釋的非常清楚。喜歡這家店，讚。好喝，讚。如果大家又很怕甜的啊，你可以糖度再降低一點，因為這一間呢真的是很可以客製化的，大家放心點，不要怕被罵，放心點。好喝。哇，天哪，該不會平日就要排隊了吧？這一間街仔尾阿嬤的茶粿啊，是我每次來奮起湖一定會買的茶粿。賣光了，今天已經什麼都沒了。現在幾點？你幫我看一下現在幾點？現在3點12啊。現在3點12，老闆剛剛開心悠悠的講說沒了，明天。我本來以為是要等呢，結果是賣光了。抱歉，但是愛玉很好吃哎。這個愛玉真的很推薦呢，它吃起來怎麼那麼順口啊？它的愛玉是會直接在你嘴巴咕溜就下去了。我本來以為我是喜歡檸檬愛玉的，我變了。百香愛玉好好哦，我變心了。好啊，買不到茶粿，想買甜甜圈，往下走，發現這是什麼人潮？這是平日該有的人潮嗎？大家都不上班是不是？我們決定不等了，太久了，因為它只有2個爐子，一個爐子呢負責處理打電話外帶的，另外一個爐子呢是應付現場的客人。真的不行，我們真的大概等了20分鐘，完全沒有前進，我們決定放棄了。如果你們有來奮起湖想要吃甜甜圈的話，記得先電話訂，先電話預訂，你就不用像我們一樣現場等這麼久了。姐姐，請問甜甜圈要等很久嗎？賣完了哦，賣完了。好，我想要來問問看還有沒有，我們已經走投無路了。老闆，請問一下有賣茶粿嗎？今天沒有。好，謝謝。也有人跟我一樣想要來買茶粿。今天是茶粿跟甜甜圈的末日，都買不到，都賣假。我要來買奮起湖豆干堡。我剛剛請老闆娘幫我加小辣，許先生說敲的。敲，他們家的豆干堡很有趣耶，除了加了酸菜之外啊，還加了肉鬆。哇，你這個大口許，我看一下裡面的樣子。敲辣。離開奮起湖前，我買了一個豆干堡。他們家呢，除了加酸菜跟菜脯之外啊，還有滿滿的肉鬆。怎麼會加肉鬆？好特別，我第一次遇到。第一次遇到豆干堡加肉鬆。剛剛有加一點辣，結果許先生說辣到超辣，辣到不得了。哇，你剛刚把那個辣椒的部分整個啃進去。我是辣妹啊。它的豆干質地蠻鬆軟的。然後我覺得裡面滷的味道沒有特別重，主要是它的那個酸菜跟辣椒。對，它的辣椒真的很辣，很帶勁，我很喜歡。可是因為呢，它有加肉鬆，它的肉鬆是那種甜甜鹹鹹的，所以剛好中和它的辣。对我來說，我覺得辣度是我 OK 的，只是不能吃辣的應該會覺得很辣。剛剛那口它覺得好辣，對，是辣油的，但是蠻好吃的。它的豆干不是那種特別扎實的，它反而是有點像豆腐的口感。對，像豆腐，而且你看顏色啊，看起來很像那種所長茶葉蛋，對不對？感覺應該會很鹹，沒有，它反而你不會覺得它豆干特別鹹，它的鹹是鹹在那個酸菜跟菜脯，還有肉鬆，肉鬆甜香有。我覺得可以吃一個50塊，好吃我喜歡肉鬆的可以買。回家我才記得我今天有買蛋卷，這一間呢是奮起湖雞蛋手工蛋卷，算是走進奮起湖老街第1家還是第2家的店。那時候呢，我們就被它的味道給吸引了，它的那個雞蛋香氣啊，真的很濃郁而且老闆娘說他們好像都是一根一根手工卷的，所以產量都有限。我有看到攤位上面還掛了一個牌子，寫每人限購3盒。我們今天呢就小小的點了1盤啦，它這樣子5根好像是80塊，很香。我剛拿出來的時候超香，而且剛剛已經不小心把上面的地方給弄粉碎了，很難拿很怕直接把它弄碎。它都是用土雞蛋做的，難怪這麼香。跟福玉軒吃起來完全不一樣。嘉義的名店福玉軒啊，他們的蛋卷是那種相對比較厚實，咬下去脆感跟厚度比較扎實。那他們這個雞蛋手工蛋卷啊，吃起來那個焦香味很濃它反而讓我覺得真的是在鐵鍋上面直接這樣把它卷起來的，
表皮有那種雞蛋被煎到很焦香的味道，真的蠻好吃的。可是派系呢，我好像還是比較喜歡福義軒，因為我喜歡厚實一點點的。這個呢，拿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它相對比較軟一點點。你看我這樣捏一下，它就會，比較適合你喜歡吃那個全年賣的那一排叫什麼？我們常在全年買的那個蛋卷。喜年來呀，它的風味比较像喜年來，因為喜年來啊也是那種拿起来会一個不小心就捏碎的那一種，它比較像是那個派系。那如果你喜歡吃福義軒派系的，你可能就會覺得他們的比較不符合你的期待啦。不過我覺得雞蛋的香氣很濃郁，有趣的話可以買一下，也是蠻好吃的啦。下山之後啊，我們找了一間在路上聽說景非常厲害的景觀咖啡，這間叫景王咖啡。一進來的時候，我還問許先生說，這間是不是新開的啊？怎麼貼那麼多紅紙？後來細看之後，我才知道原來他們的咖啡很有名，很有名哦。對，它上面好像是什麼得獎，各種得獎豆哦。所以许先生呢就決定點一個精品咖啡。他剛一上桌的時候還說：“你看我的有，我的還有小點心。”嗆屁呀，嗆屁呀！他今天點的呢是一個藝妓蜜處理。它到底是什麼風味啊？你有看介紹？就是藝妓咖啡經過蜜處理。雖然我現在也不是很懂咖啡豆，我現在算是初學者，但我已經慢慢的在研究像這種精品豆。那我想請問你，藝妓蜜喝起來是什麼風味？哇，好難形容哦。因為其實像這種精品豆啊，人家說喝進去，他們很會喝咖啡的人，他们都可以喝出很多層次。比如說喝進去有花。他們家呢，除了精品咖啡種類蠻多之外啊，它其實平價咖啡也有，因為它這一組呢是300塊。然後如果你想要喝比較平價的，像美式啊或者西西里啊，它這邊也都有。不喝咖啡的人也沒有關係，因為我今天呢就點了一個他們畫了皇冠的這個叫抹茶歐蕾。我只要到這種風景區或者是咖啡廳，我就很喜歡點抹茶歐蕾，而且它這個在菜單上面有打皇冠哎，很值得點吧？這個。可是我剛剛看到菜單上面很多都打皇冠。閉嘴，你閉嘴！來景觀咖啡最重要的是什麼？就是景色。你看呢，往右邊一看，它這邊全部都是落地窗，一整面全部。因為這間建築物剛好挑高，還有在2樓，它主要的用餐區域都在2樓，所以其實整個看過去剛好是它這個 V 型的山谷，然後看到整片。然後我們今天是有起霧的狀態，我覺得很漂亮。聽說下午啊來這邊很常看到雲海就在你旁邊，就在你身邊的感覺。可以抓到。我現在就是有那種感覺，你好像伸手一過去。雲就在你旁邊，很像搭飛機的感覺真不錯，真不錯。我來喝一下我的抹茶歐蕾，因為它這一杯其實蠻大杯的，喝得出來它的抹茶用量還蠻多的。說真的，以目前來講啊，我覺得它的價位就是很符合觀光地區的咖啡廳的價格啦，但是相對的飲品的風味也不錯。小餅乾。蜂蜜小餅乾，這間算是啊，如果你在奮起湖找不到地方停車，或者是每一間都大排長龍，你實在是懶得排隊，你想要找一個比較放鬆的地方，好好坐着喝咖啡、吃餐點的話，我覺得這裡就還蠻適合的。而且它旁邊呢有一區都是停車位，你就不需要再自己去找停車位了。假日我是不知道啦，不過目前看起來那停車場空間是蠻大的。在奮起湖停不到車就可以下來這邊喝咖啡、吃火鍋 ，OK， 我覺得景色不錯，內用空間也蠻舒服。晚上回高雄之前啊，我們找了一間在嘉義文化路這邊的居酒屋，它叫做一鳥一盼。這間店呢，它有點像是那種串燒店，所有的東西啊都是肉片，可能豬肉片或者是牛肉片包各種食材，我們就點了一些蠻簡單的水蓮啊、金針菇啊、番茄啊、蔥，各種各樣的食材夾在肉片裡面。我每次啊，只要點這種串燒類的，我就超愛蔥口味的，因為蔥呢，只要那個蔥夠甜、夠多汁，它就會在嘴巴裡面爆開。而且他們家的肉串啊，其實很大我們之前有吃過幾家，它有包蔥的啊，都是扁扁的，就是看起來分量蠻小。它一串大概是65到70塊左右。這種地方本來就是讓你來喝點小酒的，搭着吃。因為他們家呢好像沒有主食類的啊，剛剛好像有看到有拉麵嘛？有嗎？有，他剛剛那個菜單裡面有一個有拉麵，有吧？真的有？對呀。
是有拉麵，豚骨拉麵吧？我記得我剛剛是有看到它有豚骨拉麵。我是希望各個串燒店都可以增加主食啊，這樣男生就可以比較吃得飽一點。我要來吃那個蔥。但來吃這種東西，醉翁之意都不是在串燒啊！我看隔壁都是直接一整隻那個啤酒塔直接開喝起來。他們家烤得不錯呢。它屬於入口超級厚實，因為它的個頭其實很大。它每個肉串的個頭超大，裡面蔥包的非常多，咬下去不汁會有汁的那種蔥，好吃耶！這個是豬肉半熟蛋。豬肉半熟蛋呢是裡面最貴的，它好像是95塊。不過呢，它就是包2顆蛋，好吃，好吃哦，好吃。本來裡面就有醃制的蛋，還是上面的粉很加分。它中間那是溏心蛋，溏心蛋完全不干。它上面这個不知道是不是七味粉？之前七味粉极香啊，我都覺得不夠，因為沒有鹹味。但是它的粉啊是有帶有鹹度的，吃起來裡面的蛋黃你也不會覺得沒味道，非常好吃哎！這個95塊要點，我覺得很好吃。半熟蛋大推，來吃番茄。好 juicy 哦！番茄你們吃一定要小心，它是一定要先咬一口，然後把裡面的汁液吸進去之後。你比較不會嗆傷，也不會噴汁噴到對方。它真的很大顆哎！番茄我喜歡，說真的，因為旁邊外圍的肉片啊會烤到焦香，所以我很喜歡裡面內餡是要包多汁一點的東西。蔥跟番茄我都很喜歡，半熟蛋我覺得更 top 一點，因為它更特別。這間算是啊，如果你晚上想要吃一點小點心的話，或者是吃宵夜的話，喝點小酒，蠻適合的。這個是喝酒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單純來要吃晚餐吃飽的話，除非是像我們已經吃了一天了，否則你可能會有點吃不太飽，然後價格會稍高一點。或者是點個拉麵啦，點個拉麵你可能就吃得飽了。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奮起湖一日遊。雖然說很多東西沒有吃到，但沒有關係，我們依舊是玩了一整天，很開心。也順便給大家參考一下，假設你假日來的話，會遇到什麼樣的情景，好不好？人氣店記得打電話去預約，或者是一到奮起湖就趕快去訂，才不會像我們一樣撲空撲空撲空。我個人是不推薦假日去奮起湖了，要像我們一樣平常日去就好，好不好？人比較少。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哦。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我們下次見啦，拜拜，拜拜，太高興了。